恩仇簿上血染素绢，纲常法中魂断铁律。庙堂之上有秘器，藏杀机于无形；江湖之中有鬼物，惑人心于刹那。大齐皇帝为表彰多年来为朝廷披肝沥胆的48位忠臣，下令建造高阁，命名为琅华阁。阁中按功绩大小进行排位，其中功劳最高者乃陆文忠、秦业、樊敬志、沈弼4位辅政大臣。然而，就在琅华阁开阁当天，皇帝带领群臣入阁参观，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发生在众人面前。4位功臣背相，流血泪，此乃不祥之兆。皇帝严令所有知情人封口，可谁知接下来的几天，4位大臣竟接连出事了。曲中匪患不聊生，此次救灾速度一定要快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快马加鞭，不出3日，定可到达。酷暑难耐的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不大姐，去把窗户打开，透透气。是。老爷，老爷身上着火了！快救老爷！3位辅政大臣离奇惨死，令大齐朝堂人心惶惶，而民间也怪象频出。夜煞降临，大齐将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红了，冒血了！是啊，这血，这什么情况？你看这个。好了，可以了，都出来了吧？收了啊！啊，慢点了吧。哎，收起来。好，东西都归置好。师弟，怎么样了？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这什么呀？康顿残渣。
把林康叫来。你是林树的堂兄林康。你说林树因病瘫痪后，性情大变，暴力无常，对人生充满绝望，不愿苟活，于是再三恳求你，帮他了结。出于对弟弟尊严的维护，你才动的手。是，大人明鉴。你撒谎。你若真是于心不忍下的手，内心必然无比慌乱，下刀也是凌乱无常。可仵作验尸后，发现死者身上的伤，刀集中在左胸口，无一刀落在别处，可见你下刀时有多么冷静沉着。还有，你之所以挑选在雷雨天动手，就是想利用雷雨声来掩盖自己杀人的动静。大人，我跟阿树手足情深，阿树瘫痪后，我就亲自照顾他，1日3餐无不尽心。我就这么对他了，我又怎么可能谋害他呢？无不惊心。可我在床缝里只找到了康团残渣，你自己吃的肥头大耳，给他吃的却连乞丐都不如。此外，仵作验尸发现，他的后背和臀部满是褥疮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精心照料。你说林树性情大变，可他即便下半身瘫痪，也要伸出胳膊，用自己的口粮去喂饱窗台的麻雀。他这般心善，你说他暴力无常？不，这都是你的揣测。林树瘫痪后，你便搬进林宅，以主子自居。你遣散他的家仆，对他百般折磨。见他生命顽强，你便动了杀心。林树死后，你连头七都等不及，就急着去官府更改房契。这房契上的过户日期写得明明白白，你还敢抵赖？林康，你丧心病狂杀害林树，并非想要替他结束痛苦，你只是想要谋夺他的家产。吃完没？赶紧走，那人身上全是血。走，走。沈捕营来得真快啊！师弟，师兄，小二，再下2碗面。好嘞，肖神捕。萧神捕，萧神捕，在下萧北明。萧神捕，萧神捕。林康已押回去结案了，但是张状元的案子上面追得紧。市里在义庄停多久了？1天1夜了，他们家人都急了，跟咱们要说法呢。差不多了，蒋人说。哦，我这就去还尸体。去抓人。啊？张状元确实是窒息而亡，不过不是肺疾，而是毒杀。我在他尸体脚部发现了一处老鼠的咬痕。老鼠？不是普通的老鼠，是一种稀少的毒鼠，名叫闭眼银鼠。此鼠毒能够让人呼吸困难，最后窒息而亡，看起来与肺疾无异。而且这毒普通的法子验不出来，得等个1天1夜。师兄，你回去拿馒头按在伤口上，如果这馒头变黑了，那就可以抓人了。抓谁呀？闭眼银鼠极爱吃紫蛇莓，整个张府上下只有他夫人的指甲缝里是紫色的。那个老鼠应该就在他房间的土罐里，你们抓人时小心点，别被咬。我去了。前阵子那个花魁案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根据他邻居牛老二的证词，把这个盗匪画像给画出来。你看要不要张贴？全城搜捕。贴可以贴，搜就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啊！花魁脖子上的伤口皮肉没有外翻，但头顶处的皮肉却外翻了，说明他是死于头部撞击，被人伪装成割喉。案发现场有刀，但却没有沾血的撞击处。要这么说，他不是死在家里，那凶手又是谁啊？既然这个案发现场是假的，那个口口声声看到强盗入室杀人、看到强盗真面目的人，自然也是假的。牛老二，你把这话贴了吧，他看到以后会以为我们信了他的话，从而放松警惕，去取那些他偷了又藏起来的赃物。我这就去盯着他，来个人赃并获。师兄，厉害！小二，哎，结账。肖神捕，肖神捕，您这些一共才10个铜板，我怕。收着吧，这银子就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你双目充血，显然是休息不足。你的袖口、胸口都有药渣，应该是熬药、喂药留下的。平日你母亲就在这里帮你摘菜，这几日却不见她的踪影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是病了吧？
小沈伯，您猜的不错。这几日我母亲病重，我就想着多卖几碗面，攒钱给她抓药。可您这钱我不能收。收着吧，救命要紧，别耽误了病情。多谢小沈伯。师兄，宫里来人说，让你和师父马上进宫。这是卷宗。哟，萧神伯，看你这身血衣，还以为是哪个逃犯从牢里逃出来了。哎，诸葛神卜啊！京城那么多命案要案，陛下都交给我们神卜营来办，累死了。我也想像你们暗针营一样，整日躲在那酒馆后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落得清闲。哼，此案由谁负责，陛下还未定夺，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见到我。当然，只不过这一次你们怕是要像以前一样白跑一趟了。你不会以为你会一直胜选在我吧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衣服。陛下，贼人叶煞公然谋害我大齐官员，引得民怨沸腾，人心惶惶，其心可诛。我暗针营愿捉拿叶煞，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神卜营掌管了京城大小形势，此案理应交给我神卜营来承办。朝廷要员之安危，历来由暗针营负责，此案应该交给暗针营主持。行了行了，二位莫争了。当务之急就是速破此案。朕倒是有个提议，你们暗针营和神卜营联合办案，二位意下如何啊？陛下，微臣以为不妥。联合办案，人多眼杂，容易打草惊蛇。我暗针营愿独领此案，只需1月之期，必能侦破此案。似叶煞这般行凶，1月后朕的那些功臣都不知道还能剩几个。是，陛下，臣只需要10即可。好。那就3日。陛下，臣查破此案只需3日。萧北明，此乃殿上，岂敢妄言欺君？萧北明，朕有所耳闻，近日来你屡破奇案，是我大齐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。但是这3日为期，是否也过于轻率了？并非臣轻率。只是臣3日之后有婚事在身，不可耽误太久，故而臣查明此案只需3日。北明，好，3日就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此案还没任何进展，定不饶你。臣领旨。坐下喝茶。谢陛下。陛下是小徒狂妄，此案绝非表面这般简单，3日之期实在是太短。臣斗胆揣测，这叶煞恐怕与当年的海牙。放肆！陛下息怒。郑云池，你可别忘了朕留你这条性命是为了什么？微臣不敢，微臣知罪。当年之事，我要让朕再听到半个字。是，我神卜营上下定当竭尽全力，尽快将贼人叶煞抓捕归案。当年之事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我大齐盛世来之不易啊，切不能让这些贼人借机翻云覆雨，坏我太平。请陛下放心，臣以性命作为担保，不破此案，以死谢罪。抓到此人，立斩不奏。谨遵陛下圣谕。
2位客官，里面请。三姓赵，字继才呀！坐，继续。三姓赵呀！收走。竟由着萧北明这小子胡闹，敢应3日之期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玩火自焚。儿子甚是了解萧北明，此人自负狂妄，恃才傲物，不会做没有把握的蠢事。他如此成竹在胸，怕是已经有了对策。云儿，盯紧申不应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通禀于我。明白。师傅，你知不知道？如今民间疯传叶煞是厉鬼化身，但凡在兰花阁上留下姓名的官员，人人自危。叶煞行事如此高调，又善于故弄玄虚，绝非寻常之辈。你怎敢在陛下面前口出狂言，许下3日之期？若3日案子查不出线索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师傅勿恼，徒儿敢许下3日之期，是因为徒儿心中已经有破案之策。何策？碑相流泪之后，可有人进过？啊，出事当天，陛下便下令清洗了碑相上的血迹，除了小人之后，便再也没人进来过。多谢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来的？第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那你还跟我打？我看你刚刚兴致那么高，想陪你练练嘛。所以你刚刚是故意输给我的？你我平时切磋的时候，我哪一次赢了你啊？你就不怕自己掉下去，摔死啊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拉住我的。对对对，你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全天下就没有你不懂的。师妹，你是不是瞒着师傅出来查案的？凭什么只许你查，不许我查？我是奉旨查案啊。我也是申不应的捕快。那，你是要在这里争辩，还是要回去当着师傅的面辩？不让你查案是担心你的安危，送你回去。你少拿我爹爹压我，是你自己答应我的。成亲之后就允许我跟你一同查，怎么？你想言而无信？我，师妹。不闹了，快下来，来回家。连你也觉得我是在胡闹？你明明知道这些年我为了当捕快，我受了多少苦。我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核，本来以为能够大展拳脚去判案去救人，就因为我是个女孩，你们所有人都哄着我不让我去查案，
还有人在私底下说我爹是捕王，所以我才当上捕快的。师妹，师兄们不让你查案是担心你涉嫌。至于那些外人的非议，非议我可以不听，但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如果师兄你也觉得我在胡闹，不带我查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要让世人知道，就算是女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捕快。你一定能成为一名最好的捕快的，这一点我从未怀疑。只是此案太过特殊，叶莎她实在太危险，你也看到了。啊，不是，师妹。好，行，我错了，我带你查，快把眼泪擦一擦。哪个捕快办案的时候流眼泪的？你中计了，你答应我的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钟雪曼，你又……血泪呢？被人擦拭了。被擦掉了还怎么查啊？作案必有动机，此事定有蹊跷。你信鬼神吗？我爹说过，鬼怪之说自不可信，天下鬼事自在人心。没错，作案必有动机。你知道夜煞的含义是什么吗？民间有传说，人死之后若有仇怨，则魂魄难散，不堕轮回，化身厉鬼流连人间；而仇深似海、怨气冲天之人，化身之鬼则称为夜煞。传闻夜煞所命，杀人于无形。师兄，你断案的能力虽然比我强，但民间的话本可看得没有我多。而且夜煞杀死几位大人之后，并没有拿走钱财，所以不是谋财，而是复仇。我说的对吗？不全是，我认为夜煞目前所做的一切，皆是为了散布谣言。如果只是为了复仇，没必要在这碑相上动手脚。他想让所有人都相信夜煞降临、大齐将覆的谣言，此人所图甚大，恐怕不单单是几条人命这么简单。可他掀起这么大波澜，就不怕所图之事未成，落入法网？夜煞自负聪明，他认为自己算尽了一切，但他却唯独少算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。到底是你自负还是夜煞自负啊？放心吧，我定能胜他一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天都这么黑了，当然是回家啊。啊？可什么都没查到呢。没查到也要休息。明日我们好一早去鸳鸯楼。去鸳鸯楼干嘛？鸳鸯楼也有案子。当然是给某人买他最喜欢吃的第一笼桃花酥啊。师妹，镊子，接着。沈大人，你虽有调任在身，但眼下以安危为重，还是禀明圣上，暂时不要离开京城。荒唐！若夜煞真要杀老夫，你们又能守我多久啊？1年、10年？难道老夫就一直生活在你们的监护之下吗？那和你们神捕营的囚犯又有何区别？行了，老夫愿为社稷尽瘁此生。明日一早必须离京赴任。沈大人，师傅，沈大人说的没错，把他留在这里确实没有什么用。北冥，师傅，徒儿有一计，
能保沈大人无虞。萧北明一日之间跑了这么多地方，走马观花，能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？虽然陛下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沈捕营，但是咱们暗侦营绝不能袖手旁观。这些年，沈捕营一直压着咱们暗侦营一头。如果再侦破此案，往后咱们暗侦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父亲所言甚是，此案干系甚大。若我们能赶在萧北明之前破获此案，想必陛下不但不会怪罪，反而会嘉奖于我们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只是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了沈捕营去办，那咱们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查，如何获得线索呢？你为什么要支持沈大人离京？一旦离京，我们就无法保护他了。明天就是第3天，万一出事了，那就麻烦了呀。我当然知道，那你所以你要尽快去找师傅，跟师傅他们一起守在沈府，护沈大人的周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瞒着我？怎么可能？啊，对了，师妹，你身上有银子吗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没银子。我不是故意不说，是时机未到。我等会儿有重要事情办，办完了回来告诉你，好吧？师弟，方英在洞房出事了。师妹，我有要事要办，等会儿回来跟你说啊。哎，不，撤！哎，银子！别动！我一定会还的，我拿沈捕营的名义做担保。你放了我吧！啊！哟，救星来了！师兄，你快救救我！诸葛想要看我的手。说说吧，又唱哪出啊？你的好师弟跟我赌钱输了500两，现在又说没钱给我。按照赌方的规矩，要剁他5根手指头来还赌债。剁手啊！师兄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在给我下套。让你别动。500两，把沈捕营的地全卖了都还不上吧？5根手指换500两，你不冤枉，剁吧。萧北明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是沈捕营的副手座，你要是见死不救，他饶不了你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是你自己犯蠢，中了人家的圈套，你叔叔怎么也怪不到我头上吧？再说了，那可是500两，剁你5根手指，你不冤枉。我要是诸葛公子，我剁你10根。哎呦，萧师弟呀，这可是咱们从辽啊，你可救救方师弟吧！啊，师兄，哎，这小王八蛋仗着自己叔叔是方府首座，平日里没少给我们找麻烦。他手没了，以后就不能当捕快了。我们哥几个查起案子也少了个掣肘的，岂不美哉？萧北明，你不是人！把他嘴堵上，赶紧剁！别！我上你放你家！懦夫！诸葛公子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大发慈悲，想借我的手铲除异己，我偏不上当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是他欠了你的债，你要剁他的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我都别装了。你知道我抓他是为了引你出来。既然是冲我来的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今儿一次性说清楚了，以后别打我师兄弟的主意了。只要你肯配合，一言为定。走。哎，以后再敢踏进赌坊一步，我打折你的腿。知道了，师兄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送回去。走。你呀，好了，现在就剩我们2个了，赌一局。赌什么？很简单，比大小。若是你输了，就把叶山案所有的线索都给我。这么直接？对付你这种人，用阴谋诡计太没劲了，还是直截了当点好。但若你输了呢？这些够不够？
你觉得呢？吸取彩头罢了。我既敢邀你入我的赌局，我也敢接你的赌注，就怕你输不起。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你何时见我输过？那你的赌注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没几日我便要大婚了。若你输了，我要你在我大婚之日，给我和师妹牵马。行啊。小师妹，输了，快开呀！开！哎呀！开！好了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把你知道的线索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。诸葛孔明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赢不了我吗？因为你太心急了。这么大，这什么手法？他把身份打碎了，这回架势，你这是作弊啊！没谈规矩，何谈作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愿赌服输。赢你太轻松了，这样吧。今日我心情好，送你一条线索，童叟无欺。什么？沈大人明日要离京。多谢诸葛公子。大婚那日记得早些来喂马。我那匹马蠢得很，马失前蹄是常有的事。有，都有。来，一个个来，哎，小心小心。谢谢公子，谢谢。来，好人呐，都有。给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大爷。这般得意吗？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所有人都在沈府看着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出了乱子。你怎么敢跑到这里来胡闹？师妹，你别急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他非拉着我来的。啊！诸葛孔雀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沈捕营现在有要事，你拉着我师兄来这种地方玩乐。就算你们暗真营不顾及大局，思想龌龊，想要使点手段，麻烦你也分一下时候，动动脑子。你信不信我替你爹来教训你啊？就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非要拉着我来赌钱。夫子说的对呀，非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好，本公子不跟你们浪费口舌，告辞。你给我师妹等着你！别气，下回我见了他，我替你骂他个狗血淋头，如何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走错路了不行。萧北明，你应该清楚，离京路上是叶煞对沈大人动手的最佳时机。单凭一个沈捕营，恐怕没有完胜的吧？这本身就是一场赌局，但赌注是沈大人的命，也可能是你和你师父的命。不，
是叶煞的。萧北明，不会有人能一直赢下去。如果这次你输了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那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会不会比赢你要轻松一些。再会啊！从小到大，这诸葛孔雀嘴里就没有一句讨喜的话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师妹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你不是找我借钱吗？诸葛公子已经慷慨解囊了。他有这么好心？随礼钱不少呢。对了，你先回省府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可是……放心，一招金蝉脱壳啊！咱们该跟哪一辆啊？跟那辆。跟那辆？为什么？那辆车上的随从是钟雪漫班，萧北明绝对不会让钟雪漫孤身涉险，他一定就在那辆马车里。戒备！帮我拿下。打扰，这位兄台，我想问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嗨，你不知道啊？前面那条街，钱大善人在办寿宴，但凡去府上说上几句吉祥话，就能讨着红封的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哎呀，真是热闹啊！李龙，去安贞营叫些人手。怎么了，公子？刚才人多并不寻常，叶煞很有可能已经识破了4辆马车的伪装。若是要动手，出城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咱们为什么要帮省不赢啊？我们是在帮我们自己。萧北明想要金蝉脱壳，咱们就给他来个黄雀在后。公子高明。师兄，前面马上就要出城了，小心点，出城后才是最危险的。好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！沈大人，怎么回事？看来有人趁人流混乱之际，从窗外射入钢针，刺入沈大人的死穴，瞬间致死，悄无声息。这叶煞是暗器高手。萧北明。
这次你赌输了。可怜可曾相信永远，挑灯夜看星河带来面茫茫然，所爱无言，独怆然泪，眼前不悲，脸前百变，只看了一眼。枕落凡间，只会道歉。